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我现在人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。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会是犹太新年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看一下市场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有没有那种在过节之前赶快做最后采买的人潮。那就在我录影的同时，经过了一批应该是泰国人。这里很多的劳工是从东南亚来的，然后也有从中国大陆来的。那犹太新年基本上就是像安息日那样子，是不会有大众交通工具的，所以从下午3点之后，没有火车，没有公车，然后从晚上节日开始，因为犹太的节日都是从晚上开始，明天一整天，后天一整天，一直到太阳下山之后。大众交通工具才会重新开始，然后商店也才会重新开始营业。那所以明天跟后天呢，就是不上班不上课。好，那这家店呢是我很喜欢的一家店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东西很齐全，也很便宜，然后有很多节庆的东西在里面。像这些都是很漂亮的餐巾纸，因为犹太新年完了以后就是赎罪日，然后就是住棚节，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卖住棚节的餐巾纸。之前来的时候还有犹太新年的东西。那这边呢都是一次性的餐巾纸，然后都是可以坐大概12个人的那种大桌子。你在这里只能找到大桌子的餐巾，小桌子的他们没有卖。然后这个是成年礼的，为什么它写12不是13？因为13岁是男生，然后这个是女生的成年礼是12岁。然后有超多漂亮的杯子、盘子这样子，看一次性的餐具。之前这里有比较多犹太新年的那些蜂蜜的东西啊，现在剩下苹果，还有几只蜜蜂在这里。选它头发，这个就是苹果。犹太新年有各式各样的象征性的食物，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苹果蘸蜂蜜，在学校在教会就是这样，象征性的一起吃苹果加蜂蜜，祝福你有一个甜甜蜜蜜的一年。然后这是一个连锁的犹太用品店，宗教用品店。这个是犹太人洗手的洗手盆。有2个把手，但是它平常也都有，这不是跟新年特别有关。这个呢，就是特别给犹太新年用的那个餐盘，这有点像是逾越节餐盘那样子。像它这里说，你可以放鱼头，象征做头不做尾。然后这里放苹果加蜂蜜，这里放一个甜甜的石榴，这里放一个苦瓜，这里放甜菜根，这里放韭菜。还有就是黑豆子，那这些食物呢就有谐音，象征一些美好的意义。然后这就是可以放苹果，然后加蜂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装饰品的餐盘。然后这里有赎罪日的书，还有犹太新年可以用的刀子。然后这里也是放蜂蜜的。然后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号角。因为犹太新年其实是后来才有的传统，在圣经上这个节日7月1号这个节日叫做吹角节，在这天神给我们的吩咐是要吹角。那我之前有讲过嘛，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纪念这些节气，只是说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你要吹号角，你手上有一个号角，那种感觉就不会是我在想象我在吹号角，而是我真的手上拿一个来自圣地的一个号角，然后我吹出的声音它是真实的，不是只是按 YouTube 的一个按键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这个号角礼盒还是可以在网络上买。那犹太人他们会在赎罪日的时候以号角声来作为节日的结束，以及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天也会吹号角。所以号角这个东西，因为圣经的关系，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蛮常使用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文物。然后这里有超市，那因为过节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打折，这个是俄罗斯超市，它打折的东西其实看不太出来有什么犹太新年的气氛。那边有一个亚洲超市。那其实我们过新年的时候也是会吃一些特别的食物，具有象征意义。我们不会说我们被律法绑住，所以我们吃橘子大吉大利，没有啊，就是这是以一个气氛，因为全部人都在做这件事情。今天亚洲超市的生意也太好了吧，这么多人。我来买豆腐的，这个豆腐是从新加坡进口的。
我刚刚从店里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路人跟店家说小巴小龙，安息日平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其实就是对他们来讲，过节就好像是过安息日那样子，所以应该是要说传拉头发乌美图卡，就是祝你有一个甜蜜的新年。但是有时候忘记，就好像心理上是要去过安息日，所以就会说安息日平安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有没有人来做最后的采买。刚刚是看那个亚洲超市嘛，现在来看一下菜市场的部分。哦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的酒，还有这种礼品盒。以色列的酒真的是很不错，就是很实惠啦。这个1瓶59，然后这个2瓶120，这个应该比较划算。我们买这个送朋友。应该耶路撒冷不会有地震啊，不然这样放其实是蛮有风险的。有人在吹号角，耶！它那个小号角，也就是我在号角礼盒里面的那一种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号角，但是吹出来的声音应该都是蛮亮的啦。然后那边有应该是亚洲的朋友也是在吹号角。所以还没有买号角的人可以买哦。然后大概只有在以色列你才会看到军人拿花，因为他要过节了嘛。我觉得现在就很有过节的气氛了，就是买东西啊，然后有人吹号角啊。然后这些面包跟平常应该是一样的哦，但是它可能是特地做圆圆的，因为犹太新年的关系，就是希望更圆满，所以它的那个面包是圆的。在以色列买花的人真的是蛮多的，像我们也会偶尔在安息日买花。然后花店就在那边，上次我的影片就是在这边买花。然后这边有更多的甜点的礼品盒啊，也有酒的。我觉得这真的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小孩他不只是在圣经上读关于吹角节，他身边的人是真的在吹角。那他们的挑战应该就是去分辨哪一些是来自圣经的传统，哪些是后来因为文化、因为历史的关系才加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了嘛，这里就有更多的糕点店啊、香料店啊。我推荐的号角礼盒里面就有那个牛膝草香料，可以去看。是在以色列很常见的一种香料。然后这个是花生糖，很甜很甜的。然后水果茶，新的巧克力店。然后饰品店，然后鱼店有卖那个鲑鱼，然后椰枣啊、干果这些东西。前面是果汁店，然后又是花生糖，有点重复啦，但是这样它就可以占有市场啊。你错过一间，走一走又有一间，也许你就消费了嘛。这是买菜的人潮，还有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鱼店，这样他们就有好吃的鱼做晚餐。水果，然后这是那个sourdough的面包。好，这是菜市场的中间，所以感觉就像是安息日之前，在礼拜5安息日之前的那种人潮，蛮多人的，各式各样的橄榄，绿色的、紫色的、黑色的，还有加大蒜的。它一盒才10块耶。在路上，随时可以祷告的犹太人，然后还有就是通常安息日面包的样子。在我身后有2个士兵在买橄榄，那我觉得就是看到他们想到说哇，他们可以回家过犹太新年，很幸福。但是有很多的士兵，18岁到21岁的可能。就是没有轮到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是只能在他们的军营，甚至是在加萨那边过他们的犹太新年，很不容易。那他们会轮流啦，你没有过到犹太新年的话，那大概就是树棚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假回家，会轮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鲜的椰枣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是石榴，里面的种子就是象征甜蜜蜜。然后1公斤89块，
大概台币800块的熟食店，按重量称的，这样子就不用做太多道菜。然后这里有准备要表演的小乐团，年轻人。那我每次来市场这边都觉得非常的热闹。不过呢，就是要注意，在市场买的东西不是最划算的，有时候超市因为打折的关系，反而还比在市场买更划算。但是这里是一个气氛哦。在重要的地方会有警察，有人会问说现在来以色列到底安全吗？那基本上就是风险一定是有，因为恐怖分子可以很轻易的在一个国家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很快恐怖分子也会被制服。你不能否认会有恐怖分子的存在，因为总是有这样的人。但是也是会有警察，然后你也不能否认，就是也门他们确实每个礼拜都会丢导弹过来到耶路撒冷，到其他城市可能就是每个礼拜2、3次，那就是去防空洞或者是去到楼梯间。如果只是来自也门的话，我们就是用楼梯间；那如果是来自伊朗，但是应该不会再有伊朗的啦。如果是伊朗的话，就要去防空洞，因为它的那个飞弹的威力是不一样的。那大家可以根据刚才在超市啊，在菜市场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来评估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。因为我也有听别人就是觉得说，在媒体上看到好像耶路撒冷、以色列是一个好像随时都处于战争的一个状态，完全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在海边看到穿比基尼的女生，然后晒太阳。然后我们耶路撒冷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还是照常的过日子啊，买菜呀，跟大家在媒体上对于以色列印象是蛮不一样的。现在大家正在准备过节，那这不代表就是大家不在乎人质，也不代表好像没有战争、没有任何的风险，不是，只是说这个民族他们已经学会要怎么样子在压力上生存和生活。好啦，这家店音乐开很大声，很有气氛。噔噔噔。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，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轻轨。雅法路的轻轨，这是红线。刚刚轻轨站就在那边，菜市场这边就是一个轻轨站，然后再往下呢，就是雅法 Center 雅法中心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犹太会堂，窄窄小小的很可爱。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便宜的超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特价哪些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哦，这个价格真的是超漂亮的，但是你不一定找得到，因为他们常常就是放在外面，把你吸引进来，然后你到里面以后就发现哦，早就卖完了。但是你看哇，我就说以色列的那个酒很便宜啊，6瓶109块，6瓶100块，等于1瓶还不到10几块。因为这里没有，这个更便宜，这是最便宜的，对。因为对以色列犹太人来讲，就是喝酒在安息日、在节日是节日的一部分，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东西。然后这是鹰嘴豆泥，700克才不到10块，但是它是不是新鲜的啦，就是工厂做的。然后牛奶12块，等于便宜了大概4块。橄榄油特价25块，也是很不错。我看到有奶粉我要买奶粉，这个价格非常便宜，因为平常要55块，但是缺点就是要排队啦。我可以给有 Vela 小朋友买奶粉。你看我进来，然后就是没有特价的东西了，卖完了。但是特价的蜂蜜还有啦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到前面看一下，有一条叫做 King George 犹太王街，不是犹太王，乔治王街的路，现在在做建设的样子。这个就是轻轨，它还在调整，因为你看这个轻轨往那边去，然后后面已经又有一个轻轨，这个是空的，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练习的车而已。
能太早到了。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布，可以做衣服、桌巾啊这些。好，轻轨过去了，这个是新的轻轨，跟刚才那个练习的不一样。这个它中间是黑黑的，然后好像比较窄。最主要是内装不一样，这个部分大家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我是不觉得有就是可以装比较多人，但是好像是可以装比较多人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样就是走2站了，从刚刚那个菜市场站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大卫广场站，然后现在是亚法中心站 （Yafa Center）。如果再下去的话，就是市政府站，那边就是到耶路撒冷旧城最近的轻轨站。这个是旧的轻轨，你看灰色的啊，浅灰，刚刚是深灰，这是浅灰，所以他们都还是有就是继续使用旧的轻轨。所以这里呢就是Strauss 街，跟这里是乔治国王街。那现在他们在做一个建设，就是新的轻轨线蓝线。好，然后这条街啊，我拍过好多影片啊，从马拉松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这条街拍影片。但是现在啊，它就是在做整修，因为蓝线它要挖隧道，可能这一小段会是地下的，所以这是公车怎么绕路的一个告示图。然后这条路现在就开始在整修，那行人还是可以走两边，只是商店的生意一定是会受到影响。那我是真的超爱这条街的，因为这跟我很久以前来以色列的记忆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我不知道它以后会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哇，就是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改变，这条路现在封起来，然后以后会挖更多东西，就是有点感伤，有点就是对于这些改变有点觉得来得很突然。这个是我以前下公车的站牌。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整理一些东西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只是我突然想到，就是如果大家在网络上看到又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假消息，说耶路撒冷被摧毁啦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像那个被摧毁的样子？那就是知道这是假的消息，人家只是就是在盖现代的轻轨蓝线，所以再做一个整修。那接下来的2年3年，可能这条路都会是这个样子，这没有办法。但是只有一小段啦。然后我是有听朋友告诉我，就是在大陆那边的平台有看到有人直接搬我的影片，就是把有我脸的部分全部都就是剪掉，然后就拿我拍的其他东西去使用，然后问我怎么办。那我这边的立场就是，我是当然不喜欢人家这样子做，因为这样子是侵权啊，这是属于我的东西。只是我也不能怎么样，因为如果它是在 YouTube 平台上，我还可以检举，会比较公平。那在另外一个平台或者是其他的，我没有办法去检举的平台，那我就是什么也做不了。所以大概这就是我的立场。无奈啦，但是我也是不知道，就是对方是怎么样使用这些影片。如果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消息被传递出去的话，那其实也许也是一件好事啦。好啦，那就真的跟大家说拜拜啦，拜拜啊！新年可以说 Shana Tova Umetuka， 那也可以直接说 Hag Sameach， 就是所有的节日都可以说 Hag Sameach， 就是节气快乐。好，Hag Sameach。